是由一个叫做阿米留斯的一个灵魂领导实行的。他来的时候是以亚当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我们后来所知的这样的一个名字。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然飘哥。趴在书上睡一觉就可以熟知书上的一切内容，被别人催眠就像是睡着的时候，就可以神准的给其他人治病，或者是对未来进行预言。小伙伴们一定对这样的特异功能感到十分的震惊，但是呢，他却又不能用这些特殊能力来为自己赚钱，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位睡着了的通灵大师艾德加·凯西。1877年3月18日，艾德加·凯西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霍普金斯维尔小镇。在他6、7岁的时候，他时常能在家里看到一些幻影，并且呢可以跟他进行对话。那么呢，这些幻影跟他对话的时候，会讲很多有趣的东西，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埃及、波斯等等事情，甚至其中一个幻影自称是凯西的祖父。凯西觉得特别的惊奇，就把幻影的这些事儿呢，就跟父亲和母亲说了。然而父亲母亲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把它归结为是小孩子的臆想。就这样，事情过去了。13岁的时候，凯西在他的一生当中出现了一个神奇的幻影，而这一个幻影改变了他的一切。在教堂祈祷的时候，一个天使从画中飞了出来，而天使一身华丽的白衣，无风自动，看不清面孔，但是他的临近就会使凯西觉得一种非常的温馨和舒适，而且有一种悦耳的声音传到他的脑海，在问他：你的一生最希望干的是什么？小凯西当时虽然睁着大眼睛，睁着嘴巴，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他也没有退却。他说道：我最希望做的就是去帮助他人，特别是生病的孩子们。话音刚落，凯西就睡了过去，而且整个这个睡觉的过程感觉到十分的香甜，天使的法术也就从此而产生了。咱们一会儿再来谈他的特异功能和天使给他的法术。那么呢，咱们先从他的喉炎开始。因为家境贫寒，凯西不得不在8年级的时候就被迫辍学，参加工作来帮助家里减轻负担。而他的特殊能力逐步的显现出来，他总是能够在任何的印刷品上，只要睡上一觉，就完全的能够掌握这个印刷品，包括书籍、报纸里面的全部内容。他因此也找到了不同的工作，比如说在书店帮助顾客来找他们想要的书籍。可是就在1899年，他22岁的时候，突然他的喉咙开始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怪病，他无法发声说话。1周半个月，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他找了所有的喉部专家，甚至还请来了欧洲的喉炎专家等等，都无济于事。后来有人讲呢，这可能是他用他的特异功能来赚钱，所以才失去了声音。那后来也有人说什么呢？是因为天使指导他，想让他走向通灵，而帮助更多的人。就在他已经放弃治疗自己的喉炎的时候，在凯西的小镇上来了一个催眠师。这个催眠师在剧院里边进行表演，当他得知凯西的病症，于是就让凯西上台。这位催眠师想用催眠来帮助凯西恢复说话。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凯西被催眠的时候，他会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对话，对答如流，像正常人一样。然而呢，当他从催眠的状态当中醒来之后，就又失去了声音。现场的观众都被这种神奇的现象感到震撼、震惊。于是呢，这个事情就被传到了很远的地方，许多人都知道了。那么呢，也传到了另一位催眠师的耳朵里，他的名字叫做莱恩。
莱恩在对凯西做了催眠之后，就引导他，你觉得你的喉炎病症在哪里？而睡着的凯西讲，病源来自于一种心理影响而导致的喉部缺血，需要在喉部导入血液，反复的冲击2次，每次3分钟就可以恢复了。而莱恩听了这个话之后感到非常的惊奇，那么呢，便按照凯西告诉他的方法，如何将喉部充血等等，于是经过了2次实验，再次醒来的凯西神奇般的完全的治愈了。而凯西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了些什么，在他梦中的时候，或者是被催眠的时候，莱恩被这样的事实整个的经过震惊了，于是他自告奋勇，希望凯西为他医治他多年的胃病。凯西答应了，于是2个人呢就开始了他们的实验。而被催眠中的凯西呢，就给莱恩开了药方，而且都是草药，还告诉他如何的熬制，如何的服用。而后莱恩的胃病，多年的老胃病很快的就好转了，从此凯西和莱恩的人生发生了转变。2个人意识到了凯西可以在被催眠之后呢有神奇的医术，于是开始了利用睡着的凯西给病人治疗。一次，一个2岁的小女孩在一次流感以后，智力呢完全的停止生长，甚至还出现了倒退。4年之间，她的父母寻遍了全国的名医，寻遍了各处的大夫，那么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治疗。而且呢，经过医生的诊断说，这个病的起因是2岁的时候这个小女孩的白喉传染病，导致于脑部功能紊乱，并且呢断言小女孩活不了多久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凯西被催眠了。那么呢，他对病理进行了讲解，却与医生所说的大相径庭。凯西认为与脑连接的脊柱部分堵塞，原因是小女孩在2岁的时候玩闹伤到了后脊椎，病菌就是从这里进入的，自身的防卫系统启动，那么呢保护膜增厚，才使得神经被压迫。而经过凯西的整脊疗法和草药配合，小女孩很快的恢复了正常。这是爱德加·凯西一个著名的医治，类似的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当时一名著名的医生叫做凯哲木，在凯西解读病症的实验当中，他从来不相信，也表示非常的怀疑。从不信、怀疑到彻底信服了凯西的看病诊断的能力，凯哲木开始利用凯西的解读去治疗各种病症。1910年，凯哲木医生提交了一份论文给美国的临床研究学会，指出呢，凯西现象是个医学奇迹。同年的10月9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于凯西特殊能力的报道，其标题是什么呢？叫做无学术造诣者在催眠中成为了医生。从此之后，凯西扬名全国，同时呢，他也被正式的称作灵异诊断师。随着各种成功的医疗案例和许多的媒体的深入报道，凯西的名声传得越来越广。一个哈佛大学以曝光特异功能骗术而著称的蒙斯特堡教授造访了凯西，目的就想揭穿凯西。经过1周的调查，通过访问患者和访问医生以及许多在场的目击证人，同时自己也亲自参加了几个解读整个的过程，教授终于肯定了凯西解读的正当性、有效性和成功性。那么一个医生评价后被媒体所引用，这个医生是这样评价的：凯西的心理学用语、神经解剖学的描述可与任何专家媲美，他的陈述清晰简洁，不用任何的修饰，对复杂的情况如粉碎性的下颚诊断，与波士顿最著名的医生一样，对我来说无懈可击。而在清醒状态下的凯西几乎是8年级的小学生，特别是医疗、手术、药剂等医学名词，他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对于这样的评论，这也增加了人们对凯西的不解和神奇。有很多的档案让人觉得简直是颠覆了认知。
你认为它不可信，你认为凯西的这些被催眠之后的预言不可信，治疗不可信，但详细的资料和病人前后的手写反馈以及感谢信，无数封的感谢信，无疑的告诉你凯西的检测以及治疗是成功的。他的治疗方案包括顺势疗法、自然疗法、食疗、正骨电击、植物的蒸汽熏蒸，就有点像咱们那些什么艾蒿啊之类的那种熏蒸等等。他对病灶的确认无比的准确，比如一个智齿损坏压迫神经导致疯癫的一个女人，以及脊椎错位使得右腹部疼痛误认为是阑尾炎的这样的案例，他都能够精准的找到病灶，让人们看到有的时候真正的病因并不是惯常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表里并不见得是一致的。那么呢，我们的中医也是要治标又要治本。凯西建议的多种药剂大都取自于大自然，那么呢，比如各种植物、桃树皮、3月的血水配方，它的顺势疗法你仔细想起来和中国的中医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对人体的解读可归为4类，叫循环、消化吸收、放松休息、清除垃圾。其中的放松休息我们简单说上一句，他是这样说的：放松休息不仅仅包括足够的睡眠，还包括娱乐。凯西在一个解读中这样具体的解释，这些问题是一个可以被称作职业失调所造成的结果，没有足够的阳光，没有足够的体力活动，太多的脑力工作，但要知道灵、智、体应和谐统一。那些不能在生活当中有娱乐空间的，不能协调生命的，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在这一点上呢，小朋友们，你们想起来谁？我们是不是似乎看到了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所说的接受阳光照射、轻盈之气的这样的说法？其实两个人在这一点上有非常的契合之处。除了医学方面的治疗外，凯西呢还被邀请灵异推断，比如说石油的矿藏在哪里，那么呢哪一匹赛马能够赢，每一次都神准无比。然而他也尝试着为自己的投资呢推断一下石油的矿藏，可是呢让人不解和啼笑皆非的是，他为自己预测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笑传的被诅咒的睡着的预言家凯西。也是因为如此，凯西经常无偿的为别人来预测，为别人来治疗。说到其他的预言，凯西对世界和人类的未解之谜的解读也是非常的独到。他在一次为别人的解读星象的时候，睡着的凯西说了这样一句匪夷所思的话：你上辈子是一个和尚。凯西认为轮回转世是每个人通过一系列的人事经历和体验，以达到灵魂的发展和完善。凯西的解读并没有给我们以任何的人与动物之间的转世，这一点可能与大家所理解的从佛教来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呢，他的解读是说什么呢？是说人的灵魂自始至终的进入人类的身躯，每个人并不是指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身体，甚至不是这个身体有一个灵魂，人根本就是不灭的灵魂体，是原创能量或者叫造物主的一部分，在这个3维空间和时间的使用这个身体去经历、去学习，以使每个个体满足与原创能量、造物主合一的需要和目的。作为灵魂，人来到这里，利用这个身体呢，去认识其原有的属性，完善自己。从解读的观点来看，每个人并不是被动的按照写好的剧本来扮演角色的，虽然是有时候可以这样去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其实是在主动的积极参与每一个生命历程，而这个历程呢，又是由4个部分所组成的。那么呢，这个4个部分就是karma，所说的报应，也叫因果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自由意志，就是 free will， 还有就是宿命，还有就是恩典 grace。
那么呢，由这4部分交织而成。这一点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进行深入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会进一步的去展开了。那么呢，对于人类文明的这个起源，凯西，他的论断呢，也非常的让人深思。在大约105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第一批意识体，或者叫做思想体，来去自由，而后这种波动格局降低，渐渐的固化。而且说呢，人类并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大约在20万年前，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是由一个叫做阿米留斯的一个灵魂领导实行的。他来的时候是以亚当的一个身份，或者是我们后来所知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呢，他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的亚特兰蒂斯，而且他多次的提到亚特兰蒂斯。凯西的解读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呢，用了30个人世完成了地球的经历，成了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类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榜样。而且凯西列出了他11个名字，最后一个名字和身体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在地球上其实是有5个人种同时出现在地球上：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种、黑色人种，还有红色人种。红色人种就是亚特兰蒂斯人。在催眠期间他准确地预言到了1战以及2战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珍珠港事件、美国总统遇刺、美国西海岸以及东南沿海将被海水吞没，日本大部分地区的话呢将会沉入海中，赤道附近的火山喷发愈加的频繁，世界粮食短缺，美国中部、阿根廷以及非洲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粮仓。那从这里呢，我们或许可能会想到2021年之后，疫情之后的粮食的影响。华盛顿呢一直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但是俄罗斯呢将成为世界的希望等等。他的最后一个解读是在1944年9月17日，是为自己所做。解读说他需要休息，而且他必须休息。凯西的妻子听到之后非常的悲伤，含泪问道：那需要休息多久呢？凯西回答说：一直到他康复或者是死亡。1945年1月3日，凯西去世，享年67岁。在他最后一次解读中，他再次看到了儿时的幻影和天使，他们告诉他：你将走进上帝的另一扇门。听完这个故事，飘哥对凯西的经历和他的通灵充满了敬畏，太不可思议了。小伙伴们，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好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的请点击订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out。 嘴上没有油吗？嘴上I know 我操，你笑啥呀？你在下面了吗？OK 哎呦